大家好，欢迎来到巴夏的频道。这个系列主要是记录一下家人来柬埔寨旅游，那我们整趟都是自由行。想要自由行玩柬埔寨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下。整趟旅程的第一天，我们要从金边直接赶到暹粒去。在等待的同时，我们也到金边的发源地塔子山参观。早班班机从台湾到柬埔寨通常是12点到。我们这次选择的交通工具是客运，从金边到暹粒大概要5到6个小时，票价1人12美金，也有夜班卧铺的巴士。之后会把相关资讯放在资讯栏。那在往暹粒的路上，巴士会在中途停1到2次，休息站里面也有餐点可以吃，但规模比较小。我们这次是搭莱维塔公司的车，整体感觉还行，但路途比较长了一些。经过了6个小时的折腾，我们终于到了。第一天，我们住在 MAN 集团的度假村，本来在订房网上预定的是 Village Suites， 但是前一天通知改到 MAN Highway 华莱雅，算是一个小惊喜。在 check in 时，柜台人员都超级热情，进来的标配有迎宾饮料、水果，每天早上也有免费早餐。这张就是度假村的特别服务。除了刚刚提到的之外，每天还有送1次30分钟的按摩，还有1次到市区的免费嘟嘟车，设想很周到。那房间的内部是个小木屋，很有柬埔寨风格。整座木屋是实木打造的，空调非常凉，进屋前已经开好了。另外在屋子里面还有一个泡澡浴缸，可以安排一个时段在这里耍废看外面的风景。当然，基本的 WiFi、mini bar 还有洗衣的服务都有，很值得推荐的一间度假村 MAN Highway 华莱雅。那让我们来看看白天窗外的景色吧。这边的小木屋目测有30间，围绕着窗外的这座大湖。在度假村里面也有游泳池和水上设施，水上设施的部分有脚踏船和 SUP。我们来的时候都没什么人，很多设施都是随到随用，实在是很棒。餐厅就在这座游泳池旁边，你想吃东西直接点餐也会送过来哦。那如果你是喜爱大自然的朋友们，也一定会喜欢这座度假村。走道两旁绿荫环绕，不时能听见虫鸣鸟叫，湖面清波荡漾，微风徐徐，是不是很久没有到大自然的怀抱中了呢？肚子饿了，来看看餐厅内提供什么吧。我们这次住3个晚上，每天都有附早餐。这里的早餐是点餐式的，吃不饱可以继续点，都是含在房价内的。这里除了提供道地的柬埔寨菜色之外，一些基本的西式餐点也都有。在旅店常见的英式早餐、班乃迪克蛋、法式吐司等等。吃素的朋友也有素的餐点可以选择。那他们在上菜前也会先递上一篮烤面包，也很好吃。像这一开始是偏简式的米线类，会附很多佐料给我们加。另外也有炒饭、炒面等等料理，选择上算是相当的丰盛呢。饮料的部分大致分成咖啡和果汁类的，都是新鲜现打的果汁，很棒很健康。这是我点的英式早餐，一个人还真吃太饱，不过没关系，吃完这份待会要到吴哥去玩了。这次的吴哥窟旅游，我是到 Klook 上找旅游方案，一开始还担心会不会被放鸟，但看到司机一大早就在度假村大厅等候我们，心中的大石就放下来了。到柬埔寨2年多，也来过暹粒3次了。第一次找导游带我们跑行程，导游说这个是柬埔寨国花，有朋友知道是什么吗？ Klook 票价的部分，一整天的行程1人是20美左右，有分英文导游和中文导游。如果是家庭旅游的话，强烈建议要买这个套装行程，连租车和导游都一并算在票价内了，超级划算。那进到吴哥的门票还是要自己买的，所以我们的第一站还是到售票口来。这个导游很棒的地方是，在路途上都会介绍历史和文化。你明天要过来呢，如果说你今天打动了就没有参观，你就回去了。然后明天再我们买的票是1日票，37美元一个人，还有2日票和3日票，看个人的需求才买咯。假如你们要到景区内重点的庙，可以考虑1日票配上套装行程很够了。重点的庙基本上就是小圈内的几个庙，我们这次套装行程含的是吴哥窟、巴隆寺、塔普伦寺、巴肯山等等，在车程15分钟内的景点。大圈的话就包含女王宫、变身塔、邦密列之类的地方，车程大概要半小时了。
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一个景点吴哥窟了。这趟来的时间是10月中，正好是柬埔寨本地的亡人节。亡人节就和我们的清明节差不多，柬埔寨人会穿戴正式的白色套装，全家人带着食物到庙里供奉和尚。因为吴哥窟前后门各有一间本地寺庙，所以这个时候来的话，车潮是非常的多。我们的车子需要停在景点的外围，再走到里面去。但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在步行的过程中，导游也时不时的穿插介绍。接下来这段，我就先不上旁白，让大家听听看导游说了什么吧。把那个土放哪里啊？土就是填在这个里面的，为了垫高，怕盐水。是不是很有趣？还有很多小秘密他会告诉我们。接下来这段也是导游介绍。柬埔寨的这个节日我们这个柬埔寨的亡人节可以看到柬埔寨人去寺庙你看他带那个饭盒里面有饭有菜有甜品有水果然后呢就送去那个寺庙送到寺庙，和尚就把这个呢每个人呢把它集中在一起，然后和尚就念经，他就把这个功德传到他们的祖先，他们已经去世的祖先来这个得到这些功德他们得到然后呢他们很开心，他们会祝福他们，让他们在人间呢这个工作很顺利恭喜发财。现在我们进到了吴哥窟的城墙内了。刚才导游告诉我们一个冷知识，以前没有后门的通道，是当初红色的高棉。为了快速掌控这个地方，在后面的围墙上用坦克炸了一个洞出来，真是有趣。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今天的天气真的很棒，走路的时候还有微风。从后门进来的游客没有很多，很适合拍全景。对，1年有2次，1年有2次，春分和秋分。春分是在3月21、22、23，然后呢，秋分就是在那个9月21、22、23。对，所以这个建筑当时就是说我们建造这个寺庙不是随随便便就建这个庙，我们要把这个庙建的就是跟这个天文有关，跟天文有关，所以我们这个建筑，它建的也是。趁现在没人，我们先来合照一张。在导游讲了一个段落后，我们开始逛起吴哥窟。那带家人来的朋友，也要记得考虑一下家人的体力。基本上这些景点或寺庙，一共都是半小时到1小时，也要记得水分的补充。在吴哥窟的景点内部是没有水的，所以要自己带进去。等到逛完内部之后，导游会带大家去周围的小吃部休息。在那之前，大致上都在吴哥窟的主要建筑内走动，其实真的是蛮耗体力的。本地人进到里面都是身穿白色上衣。进到庙宇内都是穿着正式的白色，显得很庄重。接下来导游会开始介绍这幅大壁画的历史，很有趣。用来装有这个门栓这个是以前装那个门栓，木门，白天开了，晚上就关起来，太阳对吧？开，太阳下山就关。我们看上面，这个是天花板。以前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以前就是说上面都有这个木头的天花板，现在这个是后来做而已。就是说我们要给客人知道，以前就是这样。我们柬埔寨不但会用石头来雕，我们还会用木头来雕。木头雕。这个是莲花，所以以前你看这个挡住这个上面没有。如果没有导游解释，还真的不知道在逛什么。像是这面墙说的是卢海翻腾的故事，
导游说这是属于印度教的故事，和柬埔寨目前的佛教不一样。在过去吴哥的时代，基本上还是相信印度教，所以很多庙的风格都和佛教不大相同。接下来的这一侧又是一个不同的故事了。所以这个壁画呢，它就是描绘这个三界，就是说人间天堂。还是说我们善有善报，我们人死以后呢，怎么样呢？我们会投胎转世，人死你做得好，你就是投去上天堂；如果你做得不好，做了很多那个罪孽的，那就肯定会下地狱的。地狱在哪里啊？这个地狱的生活。我们看这个天天都被折磨，这个是你看，这个烧烤烧烤，对，我们做的不好就这样看，就是说，天天被折磨，打的，用那个牛鞭去打。We all will end up here. We will all end up here if this is the way. 这个是放在那个油锅，放在那个油锅里。这个油锅，卖油锅。Have you ever stolen？ 这个也是把它丢到油锅，就是爬那个树啊，这个树很多侧去爬那个，对，这个头青啊，它头青会爬那个树有那个长刺。And what is this one? If you ever roasted a pig, that's bad. Why? What are you supposed to do? Cut its head off? You guys don't eat. 这个后来的，这是后来的。在法国殖民地时代，他就是觉得以前就可能这样的，他就这样做，他觉得这样做就比较有。接下来让我们静静的看一下壁画吧。等于说在天堂的一天，就等于人间的1年，就在那个春秋节、中秋节。导游说，吴哥的建筑有3层，上到下是天堂、人间、地狱。我们刚刚逛完第1层地狱，接下来走上来到第2层。现在我们就位在第2层了，在我们眼前的上面是祭祀的地方。这个楼梯非常的陡啊，看起来就有点可怕。今天因为是亡人节假期的关系，上面是不开放的，因为有祭祀活动。平常的话会开放一个通道让大家爬上去。这个地方是一个最高的地方。这里也有个冷知识，知道为什么暹粒没有高楼大厦吗？因为政府规定，所有楼房不能超过吴哥窟最高塔。想不到吧？这个石窗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就不能进去嘛。但是你看那边透明的，对，这个是透明的，对不对？它不一样，它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就是装饰好看，而且的话呢，这个地方可能觉得太重了，它没办法支撑，所以它要用那个里面那个石头来支撑。在导游讲解完第2层后，
我们开始往下走，听说要带我们到神秘地点。那可以看到游客还是络绎不绝的。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一行人都有一点累了。这里呢，就是古时候的国王洗浴的地方，有4个很大的凹槽，真是厉害。上面那个网忘了为了什么呢？知道吗？啊？石头掉下来，真的啊，对，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它那个碎石头掉下来，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那个鞭子。这样挺要快的。住在那里，那边住那里的话呢，它就是拿蛇。这张照片是在吴哥窟正中心，很多人到这都要拍照留念，还要排队哦。那这里还有一个回音室，导游说靠墙打心门，如果说回音很大，代表你的烦恼太多了。我觉得说你没有烦恼。有啊，他这个脚这。逛完整个吴哥窟呢，大概耗时1个小时左右。可以看到太阳也已经高挂在空中，实在是不大适合继续走。很黑也看不到。我们现在就到旁边的小卖区去休息一下。那迎面而来的是一群本地年轻人，看得出来他们还特别装扮来吴哥窟玩呢。基本上都是穿白色衬衫和围裙，标准的柬埔寨传统穿搭。从这个角度回头看，整个背景都相当的美。这里就是小卖部啦，我们在这边休息将近10分钟左右，卖很多服饰、吊饰之类的东西，标准的景区小摊贩。我们一行人坐下来，买了椰子汁，还有矿泉水。这边的椰子真的又大又清凉，也能买冰椰子汁。好啦，那这一集大概就先到这边，后面再继续更新。还有很多好玩的先例景点，不要错过啦！大家拜拜。